在《红楼梦》里，王熙凤曾经有过这样一句名言，她说：你是素日知道我的，我从来不信什么阴司地狱报应的，平是什么事，我说要行就行。王熙凤行事十分狠辣，管理荣国府以严酷著称。面对王夫人屋里的玫瑰露失窃一案，王熙凤就曾跟平儿说过这样一段话：宝玉为人不管青红皂白，爱兜揽事情，别人再求他去，他又搁不住人两句好话，给他个炭篓子带上，什么事他不应承。咱们若信了，将来若大事也如此，如何治人？还要细细的追问才是。依我的主意，把太太屋里的丫头都拿来，虽不便善加拷打，只叫他们垫着瓷瓦子跪在太阳地下，茶饭也别给吃。一日不说跪一日，便是铁打的，一日也管着了。又倒是苍蝇不抱无缝的蛋。虽然这柳家的没偷，到底有些影儿，人才说他虽不加贼行，也革出不用。朝廷家原有挂物的，倒也不算委屈了他。我们要知道，此时的王熙凤尚在病中，身体虚弱，但行事却依旧狠毒。王熙凤认为，管理家事必须得用严刑，只有重刑之下，才能治理好家务。对于这样一件丢失东西的案子，她想到的最快速有效的解决方案，就是严刑逼供。因为是王夫人的丫鬟，所以不便拷打，但也要全部丫鬟都垫着瓷瓦子跪在太阳底下，集体受罚，以逼出真相。至于被冤枉的柳家的，王熙凤也不打算放过。她认为，虽然柳家的没有偷东西，但众人都只认他们是贼，可见他有其他方面的问题，人家才说他。即使不能按照偷窃罪来论处，也要对其革职处理。且王熙凤还认为，朝廷还有冤假错案呢，她这样做也不算冤枉了柳家的。王熙凤处理家务的思路，体现了当时社会上对于法治的普遍态度，那就是严刑重法，宁枉勿纵。荣国府的管理思路是，宁愿严刑逼供，产生冤假错案，也要树立主子们的威严，展示自己不容置疑的权势。这也是秦朝商鞅就提出过的重罚轻赏，即通过严厉的刑罚使民众畏惧统治者的权力。自秦朝以后，商鞅的这一思想成为了皇帝统治民众的重要原则，通过残酷的法律和惩罚，使民众生活在恐惧之中，使人们时刻活在皇权的威严之下，从而更加服从国家的统治。而在古代，立法、司法、执法等权力都归于朝廷一家，并没有分开。也就是说，法律的制定、解释和执行都在于当权者的好恶，都是在一种几乎没有约束的情况下进行的，这就大大增加了法治的随机性和不确定性。立法的标准不清晰，违法的界限也不明确，执法的过程更没有监督。这样的社会里，违法是普遍的，执法是选择性的，而司法是没有的。法律彻底沦为了当权者手中的工具，变成了镇压普通民众的武器。这样的法治思想只是保证了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的相对稳定，使得强者恒强，弱者恒弱。强者占据了法律的制高点，永远处于优势，而弱者则很容易掉进违法犯罪的陷阱，永远处于被欺凌、被压制的状态。在这样的社会里，没有社会公平，没有程序正义，更没有人权保障。冤假错案频发，没有人是安全的，因为很容易触发模糊的法律红线，而变得危机四伏，人人都有可能违法犯罪，人人都可能被法律的怪兽所吞噬。就连当初制定这样的法律的商鞅，也最终惨死在自己所制定的法律之下。但这样的社会结构并不稳定，因为长期的不公平的社会制度，必然会激起底层民众的反抗，统治者将不得不应付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。于是，聪明的统治者们便想到了另一个更高明的解决方法，那便是思想上的控制。